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老人的晚年最怕的不是孤独，也不是死亡。人老了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？网上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：不管年轻的时候有多么的无所畏惧，人一旦老了之后，就会对生活生出很多的担心。我们老人最怕的不是孤独寂寞，也不是身边没伴，更不是死亡，而是害怕自己成为了子女的累赘，害怕自己被子女嫌弃，最不想看到子女的脸色。人老了，越发的在子女面前小心翼翼的，忐忑不安的，不敢多言，不想做子女不喜欢的事情，想跟子女亲近，都需要看子女的脸色行事。人老了，我们最悲催的事情不是孤独寂寞，也不是死亡，而是这些：一，人老了最怕自己没用了，拖累子女。父母爱子女，则为之计深远。作为父母，总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都给子女，也想尽自己的能力为子女遮风挡雨，做子女最坚实的后盾，以至于我们老人常常就忽略了自己，总是让我们自己认为好的去帮扶子女。不论在面对子女的工作还是生活，我们都用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去给予他们最好的。我们看到子女为了房贷车贷奔波，就会从心底心疼他们，会心甘情愿地拿出自己的养老钱，甚至微薄的退休金去支援他们，却不去想自己的晚年会如何，只是一味地为子女着想。看个短视频里讲述生重病的父亲，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和压力，选择离家出走，独自孤寂地了却残生。还有些父母在生重病的时候，强烈地要求把自己送回家，他们不愿意，因为他们本就无法复原的病，拖累了子女，甚至让子女负债累累。孤独和不被需要的感觉是最悲惨的贫困。人老了，最怕自己不被子女需要，怕自己不能够帮扶到子女，甚至还会拖累子女。我们老人内心已经很脆弱了，尤其是在自己的子女面前，如果自己不再被需要，那么往后余生的日子将会多么的黯淡无光。身为父母，我们最看重的是子女对咱们的依靠和信任，我们最悲哀的地方就是在于自己的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。二，人老了最怕看子女嫌弃的脸色。论语里，子夏曾问过孔子，何为孝？孔子的回答是：色难。色乃和颜悦色之意，难意思为困难。色难就是说，我们在孝敬父母时，不给父母摆脸色看，是最难做到的。人老了，最怕的就是被子女嫌弃，看子女不开心，甚至是嫌弃的脸色，似乎我们老人真的是一无是处，活着就是难为子女。记得我还年轻时，母亲总是用她认为的好吃的，一次次的做好了，再托人给我带过来。可是我真的不爱吃，可为了让母亲开心，总是当着母亲的面欢喜的吃下去。在我人到中年的时候，我也用自己认为好的给女儿做各种好吃的，却被女儿嫌弃，甚至用一句你做的都是一个味，以后别做了，来拒绝我为她准备的饭菜。女儿上大学后，又在外面工作了好几年，再回到家里，居然不再说我做的饭菜不好吃了，也不再跟我和老伴拌嘴了，居然会顺从着我们，还时不时的夸奖我们几句。人老了以后，只要看到子女的脸色流露出不满，或者是不耐烦的时候，内心是会很难过的，感慨自己付出半生养育的子女，怎么会这样对待自己呢？有时我们老人说完一句话，会不自觉地看看子女，如果子女不悦，我们老人就会反思自己，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，哪件事做得不好，还是自己不该管那么多。
人老了，最怕的就是子女的脸色。我们老人对自己总是各种解释，子女压力大，子女生活也不易，原谅他们吧。其实一辈子很短，我们老人与子女的情缘只有今生，没有来世。期盼子女不要用最坏的脾气、不堪的脸色来伤害深爱他们的父母。3. 最悲屈的不是孤独寂寞，而是自己不能过自己想要的晚年。人老了，最悲催的不是身边没有了老伴，也不是孤独终老，而是老了却不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尤其是那些单身的老人，失去老伴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孤独寂寞时时地侵袭着我们老人的内心。好不容易在生活里遇到自己心意的伴，却遭到子女的强烈反抗。他们反对不过是怕自己的利益受损，怕老人手里的钱财给了别人。人生苦短，茫茫人海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舞台上的舞者，尽心尽力地演绎着自己的人生。我们老了，期盼自己老有所依，老有所安，老有所乐。人老了，活到了余生，才发现最悲催的事情从来没有按照自己喜爱的方式活过。年轻时，为了家庭的生活，为了子女的未来，我们努力打拼。等到退休后的岁月里，本以为可以安静地享受岁月静好、云淡风轻的日子，却又要为子女带娃、还房贷。为了子女能够生活得轻松一些，我们老人恨不能为了子女重新再来一次。其实我们老了，要适度地学会自私一些。我们要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未雨绸缪，不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子女，要多为自己的余生考虑。尤其是我们的养老最重要的基石、老本、老窝，一定要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在子女需要帮扶的时候，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帮扶，千万不要让自己老了一无所有。人老了，请学会改变自己，给自己找些兴趣爱好，给自己遗留好老本老窝。有限的余生，我们老人要学会及时的调整好心态，用平和安静的心境过属于自己的晚年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余生很短且珍贵，我们要及时的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，按照自己的心意过自己的人生，开开心心的活好，既是对自己的负责，也是对子女的支持。放下，放手子女，他们的人生让他们自己去闯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